这份调研我昨晚重新梳理过，年轻用户对睡眠产品的核心诉求不是功能堆叠，而是情绪陪伴。梦姐就是厉害，随手一改就能上会。苏念，这一页底稿是你整理的吧？样本口径怎么乱了？这页不是我原来的版本，我昨天交的是按年龄层分开的。新人先别急着解释，禅会时间有限，你就说这个数据你有没有经手？我整理过原始数据，但这个页面后来应该被改过。苏念，刚入职出错可以改，可别让梦姐替你背锅呀。我不是怪你，只是高层随时会看这个项目，新人做事细一点总没错。先认个不严谨，后面补一版，别让一个小问题拖整个部门效率。谁负责？顾总，一个新人底稿的小问题，我们内部马上处理。我问谁负责？是那个小姑娘。昨晚还看见她在工位上改材料，前面逻辑是顺的，这页错得太突兀。要是有版本记录，估计能说清。他没说话，可我刚才听见了。版本记录，对，公司云盘会留修改记录。别浪费时间，数据错在哪里？说清楚。顾总，是我没带好新人，苏念刚入职，流程还不熟，我会让他补齐。你说，这份文件是在公司云盘协作的，可以看历史版本，只要打开记录，就能知道这一页是什么时候改的。苏念，晨会不是追责会，别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又开始绕，一个数据页非要扯成新人态度和团队气氛。他不是想听我解释委屈，也不是想看谁替谁圆场，他要先确认这份材料还值不值得继续讨论。那我就先把事实摆出来。我不是要追责，我只想先把事实说清楚，创建人、修改时间、数据来源3项对上，才能知道该怎么补。苏念，别耽误大家时间。方主管，如果是我整理错了，我会马上改，也会写清复盘。但如果是后续修改造成口径不一致，我们现在按错的版本继续讨论，只会浪费更多时间。他还真敢点啊！没跟着他们吵，至少知道先把这些东西打开。找到了。怎么会是梦姐？我昨晚是帮苏念润色，新人底稿不成熟，我作为负责人补一下很正常。孟经理润气的是表达，但这一页改动的是样本口径，原版是按年龄层分组，修改后变成了混合样本，所以后面的转化率才对不上。注意措辞，孟经理是在帮你完善材料，不要把团队协作说成互相推责。继续。方启明还想糊过去，现在争谁难看有什么用？这页错了，后面结论是不是也跟着歪？没人关心吗？对，现在争谁错，只会被说成我不懂团队。先讲影响，只要证明这页会带偏后面的结论，会议就不能再糊过去。我先不讨论责任，我只说影响。这个口径如果不改回来，年轻用户占比会被低估，后面关于情绪灰伴的结论也会变肉。今天如果继续按这版讨论，方案方向会偏。那你现在能补好吗？会议已经开始了，别只会指出问题。我可以，原始表格还在，我需要3分钟把口径恢复成昨晚提交的版本，再把修改差异列出来。2分钟。这是修正后的版本，错误不是结论本身，而是样本分组被打乱。恢复分组后，年轻用户对提醒语气和夜间打扰的反馈更明显，和前面用户评论能对上。这就是你们的晨会效率。顾总，是我把关不严，后面我会重新梳理流程。不用后面，今天起项目文件留版本记录，改动写原因，汇报页标责任人。声音抖成那样，脑子倒没乱。还好，
先把材料救回来了，至少今天这一关过了。我会把修正版和差异说明发到项目群，后续如果有修改，也按责任人备注。10分钟内。好。苏念，反应挺快。那后面这版补充调研也交给你做。好的，梦姐。苏念，你刚才胆子挺大啊，第一天就让梦姐下不来台。我没有那个意思，只是数据口径会影响后面的方案，我想先改准。新人嘛，做事准是一方面，会不会做人也是一方面。白薇也是提醒你，刚才顾总在，大家都紧张，你别有负担。补充调研还是按这个框架来，下午3点前给我。好的，梦姐，我先按这个框架补，发我就行，别再把半成品放群里，免得大家误会。明白。你别太往心里去，梦姐平时就这样。我知道。梦姐，补充调研初稿已按您给的框架整理，供您修改。收到，你先去小会议室把这几页打印出来，我马上要用。我把用户差评重新拆了一下，问题不在睡眠功能本身，而在提醒语气、夜间打扰和被监控感。这个方向比上午清楚。孟晚，你这版补得快。继续。这版谁整理的？我带着苏念一起补的，他帮忙整理了些基础素材。又是这套，明明胃底还留着别人的名。对，胃底还在，不要急着争。顾总问的是谁整理，我只要把分工说清楚。你说。孟经理给了框架，我按框架补了用户评论、截图来源和3类问题归纳。现在屏幕上这版应该是在我初稿基础上做的汇报版。新人做基础整理，孟晚做汇报整合，这也是正常分工。那就写清楚，整清楚。明白，顾总，后面我会标清楚。这次不用争，也拿回来了。只要事情说清楚，我的名字就不会再被轻轻抹掉。还知道收着说，新人能忍住不抢话不容易。苏念，刚才顾总问的细是好事儿，说明这个项目有机会往上走。你把补充调研再往深做一版，晚上下班前给我。好的，梦姐，我先把用户评论和竞品图再对一遍。这次直接发可编辑版，我晚上要改汇报口径，来回转格式太耽误时间。可以，我整理好后发您。苏念，这回可别又弄大家打不开，梦姐晚上还要改稿呢。我会注意格式。你今天已经够累了，要不要我帮你贴图？谢谢，我先把口径理顺，等会儿有需要再叫你。欧梦姐要改稿是真的，可我不能只剩一份会被改掉的文件。她要用内容，我就给她能用的版本。苏念，我说的是可编辑版。梦姐，这版您可以直接复制内容，如果需要我调页面，我现在就改，保证不耽误您用。行，那你过来，我说你改。怎么还没定？顾总晚上可能还要看。我本来想直接改，苏念这边权限设的有点细，只能让他现场调。方主管，主要是怕版本来回覆盖，梦姐要改哪里，我现在都能配合。新人别把事情弄复杂，效率最重要。
又怎么了？顾总，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苏念文件权限设的细，我们改起来慢一点。又拿效率压新人，真把原文件来回覆盖，明天错了又没人认。他不是反对权限，他反对耽误事儿。那我别解释太多，直接给一个更快的办法。顾总，梦姐要改的3处我已经标出来了，我可以现在同步改完，5分钟后导出汇报版给他。5分钟。多余的事情少耗。明白。辛苦了，苏念。应该的，梦姐。下次提前。反应还算快，说话软，手上没乱。还好没有顶撞，也没有把工作交出去。先把事做完，比解释有用。梦姐，他现在挺会绕的，说话客气，手上都留着后路。新人谨慎点也正常，文件最后还是要进部门汇报，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又有人动原始材料，现在说出来只会变成我小题大做。我先看看动的什么。怎么了？没事儿，刚才有个链接没打开，看看。苏念，梦姐让你把明早会用的截图包发到群里，大家都要用。好的，我整理一下，马上发。怎么不是原始包？设计那边可能要高清图。高清图我这边有，如果设计需要，我可以单独补给林夏，免得大家下载太多版本弄混。这份够了，我明早只要会议版，高清原图我真要用再找苏念拿。明早顾总可能会抽看项目盘，今晚下班前公共盘文件都整理干净，别让他看到一堆乱注明。顾总，项目盘今晚会整理好，明早保证清楚。现在就很乱。最终版后面还能跟3个最终版，明早真按这个开会，半小时先浪费在找文件。他不是要查谁动过什么，他是怕明早开会找不到准版本。那我先按会议要用的顺序排出来。方主管，我先按明早会议顺序放了一份，您看这样会不会清楚一点？先这么放。就按这个。公共电脑刚动过原始包，这部门真是一个文件都能绕半天。他看见了，但没点破，那我也不能急，先把明早会议用的东西稳住，别让他们再把版本搅乱。苏念，动作挺快，明早你也来会议室带电脑。好的，梦姐。今晚先不说，该在的时候他自己会出现。开始。新年手环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年轻用户对睡眠管理这个概念接受度不足。我们初步判断，后续传播可以往情绪陪伴方向调整。场景呢？场景部分我们后面会再细化。现在讲。又开始堆概念，一个个说得漂亮，听不出用户到底哪一刻烦。他要的不是更漂亮的词，是用户当时的处境。先把原声放出来，梦姐就能接下去。这里有几条典型评论，比如用户半夜醒来时不希望手环用强提醒打断情绪，还有用户觉得你今天睡得不好，这种表达会让人更焦虑。所以卖点是什么？年轻化、陪伴感、低压管理。空，全是堆词，人家都怕被管了，还一口一个管理，听着就像在训人。所以我们想把表达从管理睡眠改成把失控的夜晚稳下来，不强调管控，强调陪伴和边界感。谁写的？苏念刚才补了一句，我觉得能用。我只是根据用户原声补了一种表达，方向还是孟经理刚才讲的情绪陪伴。继续，他记录，知道地话不抢话，还行。还好没有越级。顾总要效率，梦姐要台阶，我只要把会往前推。方向可以，但门店怎么讲，线上怎么测，总不能只靠一句话。可以做年轻化海报，
夜晚、月光、陪伴感，这些元素都能上。还是空。顾总，创意落地需要时间，今天先定方向，后面再拆执行。后面是哪天？方向听着像那么回事儿，可落到钱、渠道、用户反馈上，还是一片空。他要的是下一步，不是更漂亮的词。证据、测试、预算先列出来，会议才能往下走。顾总，我们可以先拆3步：第一，补充用户原生样本；第二，做2版话术小范围测试；第三，先用低成本渠道试投，不直接铺大预算。时间。用户样本今晚补齐，2版话术明天下午出稿，后天上午给测试结果。谁负责？我负责总控，苏念协助补用户样本，白薇整理竞品素材，林夏出视觉草案。我可以配合。我也可以。总算像个项目了，那小姑娘写的可比他们说的快。还好，总算是没出错。如果后天能看到小样本反馈，渠道这边可以先给2个低风险位置试投。视觉情绪表，我今天下班前先出版。照这个做。苏念，记录整理好发我一份。刚才那3步你写的挺快。我只是按大家讨论的内容归了一下。归得不错。既要半小时给我。好的，顾总。声音小，手到快，看他半小时能不能整理明白。原来他是想考验我吗？纪要不用写太细，高层要看结论，不是看过程。好的，梦姐，我先把任务和时间列清楚，您看哪里需要删，我再调整，发我统一发。顾总那边我来对接。好。苏念，梦姐让你协助是信任你，别又弄得像你一个人做了全部。我知道，我只是协助。他没有全删，只是把我的部分藏进市场部。现在去争，只会显得我计较署名。先看顾总怎么反应。苏念，顾总觉得纪要太虚，你把刚才那版细表发我补进去。好的，梦姐，我马上发您。这个图怎么还是旧版的？这要是直接放进去，明天用户反馈可能全偏到外观上。苏念，孟晚在小会议室等你。话术测试页今天先出1版。好的。素材先用白薇发你的那包，别再查来查去。梦姐，我刚看了一下，那包里有几张旧版产品图，新版图我已经找到了，要不要换成新的？只是示意图，又不是测试图片，我怕用户看到旧图会把反馈集中到外观差异上，影响话术判断。要是梦姐觉得可以，我就只替换产品图，其他素材不动。换吧，动作快点。还知道查图，还挺机灵。还好先看了一眼，不是所有坑都要当场说破，把页面做对就行。下午汇报我来讲，你把用户样本继续补。好的，梦姐。我们今天先出2版测试页，1版强调陪伴感，1版强调夜间效率，明天拿小样本反馈。节奏可以，顾总要的就是这个效率。停，退回去。顾总，这是苏念协助排版时留下的草稿水印，我还没来得及清。排版，这2版话术的骨架都在水印文件里，又想把排版说成协助。这页你做的？孟经理定的方向，我按会议纪要整理了2版话术测试页，也替换了新版产品图。孟经理后面做汇报整合。顾总，新人主要是执行，孟晚把控整体。原始样本呢？
原始样本在这里，已经按提醒语气、夜间打扰被监控杆分好，每条后面有截图来源，还算完整。样本、话术、图都能对上，至少不是凭感觉写的。只要材料能对上，就不用解释太多。这部分苏念整理的比较细，我后面会把汇报页再压缩一下。别压掉依据。明白。明天看结果。苏念，水印以后记得清掉。好的，梦姐。苏念，你负责补用户样本，整理2版话术反馈，还要同步零下的视觉草稿。今晚先把明天测试要用的材料归齐。好的，梦姐。那我这边贡品素材已经给过了，后面如果缺什么，苏念你直接补吧。好，我会对一下。我视觉这边可能要晚一点，素材太多了。没关系，你先出主色和2张氛围图，我这边先排测试页。还没弄完。顾总，测试材料还差一点，我马上整理好。一堆窗口开着，谁先交谁等谁，哪个明早必须用，全混在一起。顾总，我刚才确实排乱了，我先把明早测试必须用的3项整理出来，10点前发孟经理确认。视觉草案今晚只放初版，不等完整版。尽快。好。人都快熬没了，还在堆任务。方启明和孟晚倒是会分。别分心，先把东西交出去，能交付才有资格说别的。苏念、林夏，这是今晚加班餐，刚好还有2份。我们没定啊，总裁办那边统一安排的。先吃2口吧，等会儿我们按这个表分。苏念，你刚才怎么一下就知道该怎么摘了？被顾总一问，忽然清醒了。以后不能只埋头做，还要先把顺序理出来。苏念，包装打样你来跟，今天先把确认单走完，后面供应商好排期。好的，孟姐。苏小姐放心，我们合作很多次了，加急肯定可以做，就是费用会高一点，周期也要看车间安排。这种都是常规说法，别卡太细，不然进度更慢。继续。顾总，我们正在确认打样，供应商这边说可以加急，今天签完最快安排。最快是多久？这个要看生产情况，我们肯定优先。尽快，优先。听着都好听。明天车间一忙，后天材料一等，最后谁也说不清。不好意思，我确认一下，初样、修改样和最终样能不能分开写时间？我们这边明天要做用户测试，最好能对应到具体节点。苏小姐，这个项目加急，节点太死的话，我们压力也很大。苏念，别把合作搞得太僵，先签下来，细节后面再补。孟姐，我明白，我只是怕后面大家理解不一样，反而影响进度。时间节点写清楚，我们这边也好配合供应商准备修改意见。还知道给对方台阶，那就简单补一下，别耽误签单。还有样品标准也想一起确认，比如包装材质、色差范围、打样数量。如果这几项不一致，明天测试反馈可能会失真。用户测试样本要统一，不然数据没法比。可以，我们按你们的测试要求补1版确认单。那苏念，你跟供应商邮件确认，今天下班前别耽误。好的，我会把需要确认的项整理清楚。发我一份。好的，顾总。新人做事细是好事，但也要懂合作节奏。我记住了，孟姐。这次不是我多事儿吧？把话写清楚，大家都少绕弯儿。真的换人签了，还用旧版？昨天那封邮件白写了。这个节点昨晚被人改过，公共流程里能看到记录。
谢谢，我看一下。打氧确认昨天已经走完了。不过苏念，我早上看了一下，供应商那边还有几项没有对齐，你负责对接，怎么没有跟紧？这个节点今天必须往前推，别又卡在内部沟通上。说，顾总，目前就是确认单细节还要补。苏念昨天对接比较谨慎，可能没有把供应商节奏压住。昨天他问的就是这些，今天又变回旧版，说明有人绕开他签了。梦姐，我先说明一下昨天我负责的版本。昨天会后，我发给供应商的是补充节点版，里面有初样、酒改样、最终样和样品标准。邮件时间是下午3点17分。现在流程里生效的附件是晚上8点42分上传的旧版。上传人是白薇，确认节点也从我这里转到了白薇名下。我只是帮梦姐跑流程，供应商说他们急着排期，我就先传了。顾总，这应该是协作误会，白薇也是怕进度拖延。苏念昨天又把确认项列得比较细。谁让改的？顾总，项目紧的时候，流程上确实会有交叉。今天我们补一版就行，别影响打样。查权限，我现在调。新人守着节点，老员工绕着节点，一个确认单都能签成这样，还谈什么效率？梦姐说供应商催得急，我才……白薇，先别慌，大家都是为了项目。项目不背这个锅。旧版撤回，补充版重发。以后外发文件，经办人不确认不准换签。好的，顾总。先把供应商回复盯住，别再漏。梦姐，我真的只是按你说的跑流程。流程是团队的，不是谁一个人的。你还好吗？没事，先把打样节点对上。这会儿说什么都像在争，先把回闸收齐，别让确认单再飘出去。好了，上午这事先到这里，项目还要往前走，别把时间都耗在内部流程上。谁说到这里，流程没收干净，项目只会越走越乱。顾总，我是说先推进业务，流程问题我们内部复盘。现在复盘，流程乱成这样，还想带过去？这台公共电脑在茶水间旁边，账号是临时授权，查不到个人登录名，但操作时间和白薇上传旧版附件前后很近。我没有用公共电脑下载过东西。顾总，项目加急的时候，大家互相帮忙找材料很正常。现在补充版已经发出去了，继续纠结权限，反而影响供应商配合。又拿进度改流程，一个人绕流程，后面10个人补洞，还嫌纠结，真会省事。顾总，供应商已经确认补充版节点，出样明天下午3点前给，酒改样后天中午前给。权限这边如果需要，我可以把我负责过的外发文件清单整理出来，方便周晨核对。脸都白成这样了，还知道先把供应商那头摁住，小姑娘胆子不大，脑子倒是真清楚。那就让苏念整理清单，周唐配合查一下。顾总，您看这样可以吗？别说配合，出了问题就叫核查。明白，核查。外发权限今天重置，经善人没点头，谁也别替他签字。明白。顾总，再发现异常，先报事实，别等别人替你把话说完。好的。说话还是轻，一点也不像会抢功的人。明天让他坐近点，至少让他听得懂用户在说什么。明天共创会你来记录，用户说了什么，我要看原话。我吗？别让别人转述。好的，顾总。又坐他旁边，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先紧张一下？算了，今天这摊还没收完。坐我旁边。
离屏幕近点，别漏用户原话。离这么近，我打字声会不会太响？算了算了，别想这些，先记重点。这个科学管理你的睡眠，我看着有点压力，像又多了一个人管我。其实我们不是管，是通过算法帮您建立更健康的作息。可是我晚上已经很累了，不太想再被提醒哪里做的不好。又开始替产品说话，用户都说累了，还把算法往人脸上推，难怪听着烦。不好意思，我想补问一下，您刚才说不想被管，具体是在什么时刻最明显？是准备睡的时候，还是半夜醒来的时候？半夜醒来吧，那个时候看到你今天睡眠质量差，会更烦。那如果他不评价，只是把灯光调暗，或者提醒您先别看时间，会不会好一点？这个可以，别说我睡得差，别让我紧张就行。问的还挺准。苏念这个问题问得不错，那我们后续可以把包装语改得更温柔一些。别只说温柔一点，具体改哪里？可以先从这3处改。第一，避免管理和质量差；第二，提醒语不评价用户；第三，把夜醒场景单独做一版话术测试。如果是这样，我会更愿意试。这句记下来，别改成套话。已经记了。这份纪要直接发我。好的，顾总。字写的这么小，居然一条没漏，字倒是不错。那不是顾总的笔吗？怪不得最近总被点名。苏念，你先别回，现在解释什么都容易被解。我知道。完了，真拿错了，做太近的弊端。苏念，顾总既然让你直接发纪要，你就好好整理。只是以后高层会议上的东西，收拾时也注意点，别让大家误会。梦姐也是为你好，新人被议论，对项目也不好。我明白，我先把共创会纪要发出来，用户圆滑和修改建议都会附上。纪要发梦晚先看，项目资料不要随便越级。别慌，别慌，先把纪要发给他。你发的挺快。顾总要的急，我先发出版。梦姐如果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我再补充。既然顾总认可，那后面用户公查这块你就多担一点。好的，梦姐，我会同步进度。我的笔刚刚是不是被你顺手带走了？顾总，对不起，我刚才收东西太急，拿错了。纪要字小了点儿，但写的还不错。谢谢顾总。没急着解释，倒是比我想的稳。不过他脸红什么？还好没被他们带着跑，下次再坐他旁边，我一定先看清桌上哪支笔是我的。你这算不算用纪要把八卦压下去了？本来就没什么事儿。新年这轮测试预算主要分3块：渠道试投、样品打样、素材制作。为了赶节点，先按总额申请，细项后面再补。先把额度锁住，后面才好推进。用户洞察归你，但预算这种事儿就别抢了。我只是记录。渠道费谁算的？这个数不像正常试投。市场部按同类项目估的，具体渠道还在谈。又是估，渠道费、样品费、素材费全混在一张表里，负责人也没有。今天批了，明天谁都能说不是自己花的。他不是嫌贵，是嫌这钱像一团雾。先别碰金额，得先把雾拆开。继续说，别只给我看总数。目前渠道试投需要15万，样品打样8万，素材制作5万，合计28万。我要依据，不要悟出来的数字。顾总，前期预算本来就有繁动，先批大框，细节我们内部把控。谁把控？出问题的时候也由这个人担吗？顾总，我可以补一个记录建议吗？你想补什么？直接说。预算如果先批大框，
后面复盘可能不好对应效果，要不要先拆成3列，单项投放、样品成本、负责人，每一项后面再补预计回收指标和确认时间，这样财务也方便看。苏念，预算不是只靠表格拆一拆就能做的，里面还有渠道关系和谈判空间。我明白，所以金额可以先不改，只把依据和责任人补齐。谈判空间也可以单独列备注，不影响梦姐后续推进。这次没硬顶，知道先顺着他的话往下拆，长进了。他没皱眉，那应该还没说错吧？如果要看效果，我这边可以把渠道回收指标接进测试表。素材制作我能先拆出2版视觉成本，这样批起来更清楚。那就半个小时补1版，别耽误今天审批。半个小时太久，20分钟够你们把表拆清楚。总算有人把会往正事上拽了。渠道费里有一笔测试投放，收款方以前没进过我们项目白名单，先别声张。不在白名单，这已经不是孟晚抢功那么简单了。这笔钱不能直接放过去，先圈出来，别让它悄悄变成常规费用。苏念，那笔渠道费不用标带确认，这个渠道之前合作过，没问题。好的，梦姐。那我想补一下合同编号和对应投放位，财务后面也方便归档。你现在连渠道都不熟，先别把表改得太复杂吧。我不改金额，只补依据。今天要出最终版，待确认项太多，审批走不动。哪项走不动？把名字说出来。顾总，是苏念对渠道明细不太熟，所以标的谨慎了些。我会再核一遍，今天一定给最终版。不熟就能改成最终版？渠道费比同类项目高3成，还急着盖过去，这里面肯定有人想省掉解释。他也看见了，可他都没当场说，我更不能冲出去当靶子。他改了？那你怎么办？别慌。比同类项目高3成，总得有个说法。顾总，这是根据苏念汇总的预算明细来的。新人做表比较保守，我后面只是做了格式整合。顾总，我补充一下版本情况。上午我提交的是待确认版，那笔渠道费备注是需补合同依据和投放明细。现在这版是孟经理整合后的最终版，备注有调整。苏念，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在帮你把表做完整。孟姐，我没有说您不能整合，我只是说明待确认项不是我删的，最终版也不是我单独确认的。还以为他会被吓回去。行，知道把线画出来了。我刚才居然说完了，还好声音没抖得太厉害。顾总，可能就是版本沟通问题，我们马上把依据补齐。不用马上，现在补出来的依据我也不信。新棉预算冻结，所有费用重新走总裁办审批。顾总，这样项目会慢。慢一点，总比乱着往前冲强。想从钱上开口子，行，那就先把门关上。苏念，顾总让你带新棉用户线和预算相关记录上去做复盘。要不要我陪你？不用，我先去。不会是问责吧？可是刚才该说的都说了。坐，资料摊开说，别站着紧张。顾总，从第一版用户线开始，别跳结论，我要听过程。谁给的样本？谁改过？预算异常什么时候出现？他要是把所有事搅在一起说，方启明那边正好装听不懂，别又傻乎乎替别人背一半。他不是在逼我认错，他是嫌我会说乱。那就别一口气倒出来，先分清哪些是事实。顾总，我按3部分说：第一，用户线事实，共创会纪要、用户原话、话术修改建议都在这里，原始记录没有被改。第二，风险，
供应商确认单和预算表都出现过非经拜人修改。第3，待决策，用户洞察后续是否继续由我直接通布，预算审批口径需要您确认。这样能对上系统记录。换签这件事儿，谁先发现的？别替别人省步骤。我早上打开流程时，发现确认人变了。周婵提醒我公共流程能看到记录，我才把邮件和附件版本放到一起核对。那为什么没先报？你等到会上，风险已经被别人拿走了。我怕还没确认清楚，就变成我和同事之间的争执。怕成这样，还知道先查清楚。只是以后这种事儿再拖，他自己先被推下去。以后异常先发事实，不发情绪。明白。异常渠道这条线，你别自己碰。好的。他现在够不到那边，让他冲上去，只会被人拿来挡刀。原来他不是不让我查，是这条线会咬人。从今天起，用户线直接发我，事实、风险、待决策，照这个格式。我直接发您？就按这个口径走。再让他从方启明那边绕一圈，正事没说完，人先被套住了。别高兴太早，发错一次，退回重写。好的，顾总。苏念，等一下。顾总，你来上班不是来背锅的。我知道了。你没在这个执行群里？没有，可能梦姐忘了拉你。你现在不是直接汇报顾总吗？我们也不知道哪些信息能不能同步给你。没关系，我按项目需要补一下信息就好。那你问梦姐吧，别回头说我们漏你。开始了，不是抢我的东西，是让我连东西在哪里都不知道。你自己建一张，梦姐会不会不高兴？我先把缺口列出来，没人同步也得知道缺了什么。苏念，你现在直接向顾总汇报，更要注意团队协作，别自己另起一套东西，弄得像部门没配合你。方主管，我只是把用户线缺的资料列一下，方便后面同步。Image5可以共享给项目组。苏念，大家都很忙，你要资料可以直接问，不用把每个缺口都写到表上。好的，梦姐，那我只写资料名和用途，不写评价。这是谁建的？顾总，是我。用户线今天开始直接同步给您，我怕漏节点，所以先列了 Image4，格式还比较粗。格式确实粗，缺资料负责人时间线混在一起，你让我看什么？把卡点拆清楚，别让我猜。总算不等别人喂信息了，知道自己去搭一张网，才像真的接住用户线。就是表做的还嫩，字还写得这么客气。我这份先给你，谢谢。顾总，那我们后面按这个 Image7同步，效率会更高。既然说效率，就按时间给。今晚8点前缺资料补齐。深夜直接确认，难怪我们同步不上。他这也结得太巧了吧？苏念，项目沟通还是要注意边界，大家都在一个组里，不要让信息变成单线。先别在群里讨论这个，影响不好。他们想让我解释我和顾总，不是解释项目。只要我一急，事情就会跑偏。剪成这样还敢发大群？方启明装没看见，孟晚倒会顺手扣帽子。现在骂他，只会让他们把项目问题拖成私事，真会挑时候。他也生气了，但他没立刻回。对，不能跟着他聊私事。昨晚沟通内容是用户线待决策问题，背景如下：一、顾总已授权用户线按事实、风险、待决策格式直接通布。二、昨晚11点26分，我提交的是供应商评审前需确认的3项问题。三、完整邮件链和任务长板见附件。我可以证明，昨晚这些问题也同步给我了，视觉草案就是按这个改的。用户线看板我也能看到，凌晨沟通是项目问题。既然是项目问题，大家以后统一在群里同步，避免误会。项目关键问题不受时间限制，但必须完整留痕，截图断章取义，谁发的，自己撤回并补说明。还知道先把链路摊开，没急着喊冤，比我想的稳一点。
还好没掉进思廉那个坑里。工作说清楚，比解释我清不清白有用。刚才截图不完整，是我没看清前后背景，抱歉。梦姐，他是不是已经攀上顾总了？不是攀上谁，是我不能再让他们一句话就把我推回原地。不对，这个不是用户测试样机，是展示空壳。怎么了？样机不对，先别声张，你把录屏文件打开。苏念，评审马上开始，别在这个时候乱。梦姐，样机箱可能拿错了，我先用录屏撑展示。周然那边麻烦调后台数据，现场不要空屏。供应商都到了，你现在说拿错，会让人觉得我们准备不充分。哎呀，样机呢？顾总，现场样机和测试编号不一致，还有7分钟，我先用录屏演示核心流程，再让周唐补后台数据。这个时候空着屏幕，供应商看笑话，项目组互相甩锅，什么都别谈了。数据能调出来，给我2分钟。好。先看流程，别让所有人陪你们等箱子。这版演示先看核心体验，用户半夜醒来时，页面不评价睡眠老好，只做低干扰提示。第2天反馈页再给选择，不强迫用户立刻处理。没把声音放下去，还算扛得住。屏幕亮着就还有救，先别让声音断。后台数据接上了。这里是昨晚小样本反馈，夜醒场景里不评价版本的接受度更高。具体数据周然已经接入。如果按这个反馈，包装话术我们可以先避开管理字眼。评审继续，样机流转，会后查。脸白的像纸，有那么可怕？差一点就断了，幸好他们还在看屏幕。样机箱最后一次领用记录是百威。我只是帮忙搬了一下箱子，2个箱子外观一样，我也不知道里面不一样。顾总，白威不是技术岗，样壁管理本来也不该让他一个人负责。今天没影响评审结果，后面我们加强交接就行。我补充一下流程，昨晚测试计划里写的是用户测试 A 组相机，编号 A03 到 A06。今早我收到的箱子外贴编号是 A 组，但里面设备序列号对应展示 Image4。这里是相贴照片，领用时间测试计划。我拍了布台照片，时间能对上，谢谢。苏念，你现在是什么意思？我又不是故意害你，你有顾总撑腰，也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推我身上吧？白威确实有疏忽，但评审已经过了，项目关键期，内部不要互相消耗。又来了，结果没他，就想把过程抹平。刚才那几分钟，真的不能再来一次了。我不是要追究谁的态度，我只说明3件事。第一，测试计划里样机编号明确。第二，领用记录最后一次操作人是白威。第三，评审前没有完成2次核验，后续如果继续用样机，建议交接时2人确认。苏念，你现在说的这么细，很容易让人觉得你在针对同事。他说的是记录，你们要是觉得记录刺耳，就先想想为什么记录会指到这里。样期流转出问题，主管想用内部消耗盖上去。星棉不是靠运气往前推的。顾总，我会重新安排样期管理。不是重新安排，今天起，白威退出星棉项目，样机和测试物料交给周然复核，苏念只负责用户线，不再替谁补漏。顾总，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那就把交接记录写清楚，不是故意，也要为流程负责。运气不会做记录，他今天能撑住，是他自己有准备。你不过是运气好，我也希望以后大家都少靠运气。发布会不是用户访谈，表达要稳。管理睡眠这4个字，供应商和渠道都听得懂。用户反馈里，管理这个词抗拒最高。如果发布会第一句就用它，评论区可能会先吵起来。苏念，发布前也不要再推翻方向。顾总要的是能落地，不是一直改。3板还摆在这儿，明天发布会，你们准备让主持人在台上抽签？口号吵了一晚上，风险预案一个负责人都没有，真出问题，又要一群人互相看。顾总，我建议不再争唯一版本，稳妥版用于媒体通高，用户版用于主讲页，危机备用版用于评论区质疑，被管理时回应。每一版绑定触发条件和负责人，这样会不会显得我们内部不统一？统一的是底层方向，不是每个场景都说同一句话。用户听到的地方要更像用户说的话。这才像发布预案。孟晚负责媒体通告，林夏盯视觉落版，苏念负责用户口径，周然守数据面板。今晚12点前，我要看到最终版。总算有人把一堆争吵收成能用的东西。可以，能往下走了。别把自己熬到明天上不了台，你明天还有事儿。我还有事儿。用户口径你写的，现场你也要定。这话听着像安排工作，怎么又像在管我？苏念，用户线现在是你直接负责，这个低分报告你怎么解释？这不是昨晚我提交的那版数据。现在不是追版本的时候，发布会马上开始。低分如果是真的，项目就要考虑延期。这野总是不上吧？这个气氛藏在身上。谁提延期，谁先把数据源说清楚，别拿一个来路不明的低分把全组人按在这里。挑发布前动数据，真会挑时候。现在炒责任，正好让发布会停下来。现在解释我没改过，只会浪费时间，先别让发布会停。周婵，能不能先看导入时间？我这边同步正确数据，发布口径先不动。给我5分钟。苏念，顾总在等你判断，你不能每次都说要查。我可以先给判断：第一，发布口径不变；第二，现场数据页先切到用户原生，不展示分数；第三，5分钟内确认低分报告来源。按他说的做，发布会不停，别让外面的人替我们看笑话。找到了，不是系统自动抓取，是手动导入。他这回没被敌方报告拽着跑，还算稳。发布会倒计时10分钟。你去后场，用户口径有变，你上。我上。你最清楚用户为什么不喜欢被管理，别让别人替你说错。白薇之前确实用过公共电脑，他已经退出项目。如果他私自导入旧数据，我也没想到。孟姐，我没有，我离开项目后根本不知道发布后台密码。现在先别吵，白薇已经不在组里，权限怎么还没关？难道吧？
如果只推给白薇，就太顺了。他可能做过事，但这次不一定是他一个人。一出事就找离场的人背，倒是方便。权限没关，文件能下，数据能导，主管都在睡觉吗？我补充权限链路：第一，白薇离组后账号应关闭但没有关闭；第二，公共电脑在9点前下载过低分样本包；第三，导入低分报告用的是公共账号，不是白薇个人账号。现在不能只按一个人定责。苏念，你现在是在替他说话。刚才样机的事情，最后领用人也是他。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不想让错误停在最方便的人身上。这句话记住，项目查错，不是找一个最方便的人丢出去。他还肯按记录说话，没趁机踩白薇一脚，挺难得。不是替他，是这口锅太顺了，顺的不对劲。文件源头在梦境里的文件夹，至于是误用还是被改，需要继续查。3、2、1，后台继续查，速上台，别把这场发布会让给一份脏数据。好。接下来，请新年项目用户洞察负责人苏念为大家介绍新年的夜间体验设计。那份稿子太漂亮了，反而不像他。他明明知道用户真正烦什么。这稿子太满了，算了，就讲那天用户真正说过的话。很多人不喜欢睡眠产品，不是因为不想睡好，而是因为已经很累的时候，不想再被提醒你又没做好。新年这次想做的，不是管住你的夜晚，而是在你醒来的时候，少打扰一点。所以我们把睡眠管理改成夜间陪伴。它不会在你最焦虑的时候评价你，只会给你一个低干扰的选择。要不要先把光调暗？要不要先别看时间？还真撑住了。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新年，你会怎么说？他不是催你睡着的人，是陪你把夜晚慢慢稳下来的人。讲的比稿子好，别马上坐下，先缓一口气。谢谢顾总。他夸人也像在布置工作，可是我好像真的没那么怕了。苏念，直播间转化比预期高，不评价叶佑那段被截出来转发了。先别高兴太早，把数据来源贴进复盘里。发布都结束了，你还准备冻在这里把报告写完？我想趁数据热的时候先整理。穿上，冻到手抖，写出来的东西也没人看得懂。顾总，我不冷。你手指都快敲不准键盘了，还嘴硬什么？顾总对项目核心成员确实很照顾。梦姐，复盘报告我会发项目群，发布表现、用户反馈和转化数据都会写清楚。复盘有效，
用户线继续由苏念负责。预算封结用户口径和后台数据风险。顾总，我不是质疑结果，但新人越级拿到这么多信息，部门管理会很难做。苏念能力是不错，可如果所有新人都绕开主管，项目以后怎么管？录音从哪里来的？项目复盘资料里截出来的。我们只是担心流程边界。剪得真干净，前因后果全没了，只剩他像凭空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他们想问我凭什么知道，那就从第一条记录开始。我可以说明，录音里每一句判断都有对应的工作记录。预算封结来自第17级预算会议纪要，用户口径来自共创会原话，后台数据风险来自周然的导入日志。我不是提前知道决策，是把这些线索按时间顺序整理出来了。让他说完。剪辑录音都能听完，完整记录也该听完。没有慌着往我身上躲。行，知道用自己的记录站着。我不能让他们把这些判断说成运气，每一步都有来路。从记录看，他没有提前接触未公开决策，都是基于已发生信息做的风险整理。下次质疑流程，先拿完整材料。拿剪辑录音来开会，是想解决问题，还是制造问题？我会补齐完整材料。我把资料分成4类：版本记录、会议纪要、用户原话、风险清单。每一类都有创建时间和修改记录。苏念，你把这么多内部材料单独整理，是不是也说明你一直不信任团队？我信任团队，但我更相信记录。记录不是为了防谁，是为了项目出问题时还能找得到来路。这些问题当时都已经处理过，今天再翻容易伤团队氛围。方主管，我不是翻旧账，我是在说明为什么用户线需要完整留痕。因为每一次已经处理过的问题，如果没有记录，最后都会变成新人记错、沟通误会、团队协作。他说完了，我补一句：新棉项目后续所有关键节点按苏念这套留痕标准走，嫌麻烦的人可以不进核心项目。终于不是躲在角落里等别人给他一个清白了。原来我真的可以站在这里，把话说完。我要求重新审查预算和文件将流转。顾总，我承认项目里有流程疏漏，但苏念直接向您汇报，确实让部门管理出现断层，这个授权是否合规也需要说明。授权是我发的，时间、范围、格式都写得清楚。用户线直接汇报，只限事实、风险、待决策，不包括部门人事和预算审批。可他毕竟是新人，很多判断还不成熟。不成熟可以改，装看不见才麻烦。他至少把问题摆出来了。你们一直强调他是新人，那我问一句，一个新人都能用记录说明白的问题，主管为什么说明白不了？一群人拿层级压他，倒是会挑软的捏。记录都摆出来了，还想把人按回去？
这些节点都不是苏念权限手能改的。从现在起，新棉预算、样机、用户线3条流转全部审查。方启明，暂停项目审批权限，配合复盘。顾总，这样会影响部门运转。部门运转不是靠把问题塞给新人，影响了就重新排。苏念，用户线继续推进，别因为今天这场会把该做的事停了。我明白，我会按记录继续。还好，他没缩回去。这份合同的金额与第17级那笔高出30%的渠道费完全对应。这是供应商临时加项，我只是按部门流程确认，不代表我认可所有细节。审批账号、邮件确认和合同附件都在同一天完成，附件上传人也是您的账号。孟晚，这个渠道不是你一直在对接吗？具体报价和内容你最清楚。方主管，渠道确认一直需要您审批，我只是执行安排。你那边还有什么记录？有。第17级预算会前，我提交的是待确认版，渠道费要求补合同依据。后续最终版删掉了待确认，修改人是孟晚，审批人是方主管。他现在说话越来越稳了，没有情绪，反而更狠。项目压力大，很多流程都是为了赶进度。现在结果是好的，没必要把每个环节都往最坏处想。结果好，是因为有人补了洞，不是因为洞不存在。异常费用无法对应实际投放位置。方启明暂停主管职责，新棉项目由总裁办临时接管流程复排，苏念继续负责用户线，周彤负责数据和流转核验。我承认，渠道费那一栏我没有按苏念的待确认版走，但我当时是为了赶发布，不是为了害项目。为了赶发布，就可以删掉待确认？你是觉得项目会因为看不见问题，就真的没有问题？原来他每一步都不是临时起意。原来我以为的每一次巧合，都有人提前推了一把。他看起来一点也不高兴。也是，没人会因为证明自己被欺负过而高兴。苏念，我承认我抢过你的成果，也压过你的名字，但职场里大家都这样，你只是运气好被顾总看见了。孟姐，我不是因为被看见才开始做记录的，我是因为没人看见的时候，也得把事情做对。孟晚退出新棉项目，后续岗位安排等复盘结果，所有预算异常进入正式审查。终于结束一段了。2期先分3条线，用户线看真实场景，数据框看留存和夜行反馈，视觉线做2套包装验证，每条线都有负责人、交付时间和验收方式。我补一句，所有数据变更必须有导入记录，不走公共账号。谢谢，这个会写进流程。讲完了？讲完了，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我可以补。不用补废话，清单能执行，责任能追到人，这就够了。已经不像那个被人推到晨会上就脸色发白的小姑娘了。他还记得晨会，我都快不敢想那天的自己了。不是正式晋升，还要看2期结果，别急着高兴，也别急着怕。我会做好。我知道你会这么说，我要看的不是这一局，是结果。那我争取让您少皱几次眉。胆子是真的大了一点。顾总，您今晚有空吗？我想请您吃个饭。项目没做完就开始庆祝？不是庆祝，是想谢谢您，之前一直没有合适机会。谢我什么？骂你效率低，还是推你报告？都谢。虽然当时挺难受，但后来发现您每次骂的点都挺准。哪有人请吃饭还谢人骂他？他脑子到底怎么长的？这种吐槽听起来应该是不反感吧？你平时就吃这个？便宜，出餐快，还不容易踩雷。你对吃饭的标准跟你早期做表一样低。顾总，您能不能在饭桌上少开一点项目会？行，今晚不谈表格。他现在敢嫌我了，也挺好，总比以前一下就低头强。2期不做大范围铺开，先做夜醒场景深测，目标不是证明产品万能，而是验证用户是否愿意在最焦虑的时候继续信任它。
那预算呢？我们做了详细的拆解，包括用户的原话。风险呢？风险我们也做了评估，包括用户的原话。如果2期数据不如预期，谁负责调整？我负责用户线判断，周然负责数据核验，林夏负责视觉改榜。调整触发条件已经写在第18页，不需要等到结果坏了才开会。用不上我救场了，挺好，也有点不习惯。我没问题，按这个推进。谢谢。不用谢，方案是你做出来的，不是我批出来的。今晚不用加班，团队也不用。你们需要休息，不是继续证明自己很拼。顾总，您也是团队的一部分，也该休息。苏念，你现在管得有点宽。跟您学的，看见问题就要提。完了，教会了，还会反过来管我。躲这儿。没有躲，就是想安静一会儿。项目经理，正式文件，别只看工牌，文件也要看清楚。顾总，我以前以为自己能留下来就很好了，没想到会走到这里。你不是走到这里，是一步一步把自己做到了这里。这句话听起来不像您。那你当我今天效率低，话多了点？还是容易把功劳往别人身上放。明明这一路最不肯放过细节的人是他。原来他真的都看见了，不是运气，也不是谁顺手拉了我一把。以后项目会更难，人也会更多。你要是怕，可以说，但别退回去。我会怕，但不会退。很好，怕不丢人，乱才丢人。顾总，您就不能在这种时候说句好听的吗？刚才那句还不够？勉强算吧。胆子是真大了，以前连被点名都怕，现在还敢挑我话不？明天不用提前半小时到，项目经理不是让你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那我明天按时来。按时下班也算进考核。顾总，这条公司贵度里没有。现在有了，先从你开始试。那下班以后我请您吃饭，换一家标准高一点的。这次我请，庆祝项目经理上任，别再拿便宜出餐快糊弄我。顾总，这是公司福利还是私人奖励？你自己判断。我听见你了，也听见我自己，终于可以往前走了。